他们个个都说我是漂流狗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弱了。不，是因为我不够疯。帝国沉没在海底，找不到风暴稳定器。老板，要到了！就让我跟你绑一块儿吧！傻疯，赶紧撒手！风暴要开始了。所有松动物资绑死在框架上，鱼竿用鱼线固定好，光伏板固定螺栓，再拧3圈。传送器底座用防雨布包裹，所有人把安全绳系好。我在蓝星碰过台风天出船，但陆地上有港口可以回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别废话了，系绳子。兄弟们，第一次在外星遭遇风暴，你们看我是死还是活？发弹幕投票。你录什么录？下线了才能发。先拍了再说，要是被浪拍飞了，这段素材就是我的遗作，100万播放量都打不住。能不能换个位置？不能，你站的是上风位，你晕船不？我晕你大爷！那就别换了。谢了。这是标准的海军固定法。这些鱼腌了半小时了，风停之后直接下锅，时间点正好，入味正好要2个小时左右。你在算风暴持续时间和腌制时间？厨师的直觉。前缘距离基地12海里，把无人机朝正南飞，高度30米，贴海面扫。目标区域风暴覆盖区内，距离我们8到10海里的范围。伊瓦娜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风暴稳定器，那里稳定器还在运行。距离基地，直线距离8.7海里。收回无人机，准备迎接风暴。所有人进入防风状态。这游戏也太真实了，我已经把感觉调到最低了，怎么还是这么难受？晕船是生理反应，调到0也没用。别看海面，别看什么，别看海面，什么海面？眼睛别盯着浪看，闭上眼睛。我早说。你别对着我，闭嘴！这帮东西真丢人。兄弟们，我是你们巨物哥，此刻我正身处外星海洋的风暴中心，我的安全绳系在碳钢柱上，绑了双套结加。你这绳结打得不太对。你说啥？你看你绳头留得太短，要是绳结开了，你会被吹走。然后另外一根安全绳死束你的腿部，你就会变成一颗来回翻滚摔打的悠悠球。不可能，我打的是。救命啊！让你不信我说的。乌鸦嘴，你是真的有毒！兄弟，我求你别说话了。5米了。核心结构正常，连接点扛住了。帝国合金就是硬。
真绝了，和大摆锤一模一样，慢放简直就是艺术。光伏板吹飞6块，只剩4块，面积损失60%，固定架没坏，补板就能恢复。外圈钢板脱落7块，都是刚接上的。鱼竿断了2根，核心区没事。我的路亚尔全飞了。你人还在就不错了。老龙，过来一下。动力系统还差什么3颗螺栓，转斗轴最后连接，劳谢20分钟能搞定。搞定以后，整个浮台能动。冲锋舟拖拽整体质量太大，速度快不了2、3节吧。8.7海里，需要多久？3个小时能到。动力系统优先完成。完成后全平台转移，目标南偏东15度，距离8.7星里。我们去那边发展。你上次是不是说，这么大海洋一点风浪都没有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以后不准说平静、安全、没事，类似的都不准说，那只是巧合。你再巧合一次试试。兄弟，善意提醒，接下来别说这里没有海盗，也别说今天不会有危险，更别说这个 BOSS 不难。爹，你为什么那里有一条沟？是不是小时候也爱哭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妈走了以后就长出来了。伊娃呢？爹，他在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奴隶的信息，那个奴隶是他父亲，就是那个唯一的逃生舱让给女儿，自己留下来打海盗。我们以为已经死了的那个眼角城护卫。猫哥，你干嘛？去救岳父！你滑充气浮板去，我脚快，你连方向都不知道，朝有人的地方滑。你到了人家地盘，你怎么打？
谁武器借我一下？玩家不能使用军事装备，系统规定。我们什么时候去？我也想知道，什么时候去？岳父被海盗俘虏了，我们不管。你别叫岳父，你也别叫，我先叫的，你先叫顶什么用？人家 FC 又没答应你，他也没答应你啊！你赶紧瞎说。行了，都别扯淡了，正事儿要紧。小子，那个奴隶市场在哪儿？锯齿帮有多少条船？4阶的头子有几个？听到了 ，NPC 伊瓦纳的父亲活着，被锯齿帮抓了，当奴隶，挂在交易平台上拍卖，标价350水点。280，28升水。对，在这个世界，一个2阶逐波者右臂骨裂之后，就值28升水。气泡岩板上次买的时候20点一平米，现在涨到了25。大数据杀手这事儿，跨世界都拥有。这次用5000水点买200平米气泡岩板。又来了，下次能不能提前喊一嗓声？47小时后，伊瓦纳的父亲会被拍卖。拍卖地点在自由潮市的临时锚点，距离我们直线距离大约120海里。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攻打，是用水点买下伊布。虽然自由潮市还有一些底线，但这种漠视道德早已经不复存在。靠在场这59个人去不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弄？开活动，第一次大型活动，拯救 NPC 伊布。等等，你说啥？那不是就是拯救岳父吗？玩家爱叫什么叫什么，传播度高就行。发布活动，活动名称：拯救 NPC 伊芙，目标在海盗袭击中被俘，目前作为奴隶挂在交易平台拍卖，倒计时47小时，开放名额350人。活动期间，玩家在线时间从12小时调整为24小时。所以我们要去干海盗？多少人？要干。本次活动将开放350个名额。350个蓝星人加上现有的59个，409人。一个浮台，409个蓝星玩家，400人的活动面积少说600平米，加上设备区和物资堆放，800平米打底，加上刚才的气泡岩板，够吗？气泡岩板够，帝国废钢够，充气浮板不够。下一批玩家每人安全箱里带什么？你开清单。会开的。告诉你们的上，伊布2阶波者，注射过起重体基因药剂的活人。他这个人救出来，有气候研究极高的价值。人，我必须活着带回来。这种大型活动不能参与，急死我了！问一下，小姨子 NPC 有没有新照片换了衣服的那种？楼上你给我变！现在是拯救岳父时间，所以到底是岳父还是老丈人？这俩词儿不一样的。管他叫啥，冲就完事儿了。补充一个冷知识，岳父和丈人是一回事，但喊岳父显得更有诚意。我早就说了，割韭菜的第一刀来了。游戏公司用救 NPC 的情怀绑架玩家，下一步就是卖皮肤卖装备。350个名额就是350把镰刀，谁去谁是冤大头。评论区没人骂他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报名，压根儿没空点进来。2阶逐波者，注射过力量体系基因药剂的活人，熟知力量体系运作原理。老秦，你在那边待了几天？见过2阶逐波者吗？没见过活的。伊瓦纳说过，他父亲能在水面快速奔跑，能在水下200米自由活动，不需要任何装备，还能徒手在洋流里保持稳定姿态，肺活量是普通人的40倍以上。现在蓝星最好的自由潜运动员极限深度多少？130米上下，但那是长年累月练出来的。2阶逐波者不靠训练，就远超普通人的极限，这是基因药剂直接改造的结果。如果能把这个人带回来，就不只是抽几管血。我们要知道药剂怎么造，原材料是什么，勾引流程是什么，人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。一个活着能开口的2阶逐波者，比1吨渊能海藻都值钱。所以李七也把话说得很直白。他一直很直白，这不是球员，这小子是在搞军事采购。把满志叫过来。首长，坐。给你看个东西。
长，这不是特效。骁龙、狼牙2个特战大队全员进入，你担任军方总指挥。秦风的骁龙归你调度，明白？第一优先级，保护 NPC 李七夜；第二优先级，营救目标1部2阶逐波者，活着带回来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这是李七夜开的物资清单，你看看能不能配齐？没有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今晚6点和所有玩家同步上线。满旅进去以后，身份怎么处理？总不能也弄个钓鱼 ID 吧？他爱叫什么叫什么，进去以后听李七夜的。短时间大量采购，有点意思。这些建材足够搭一个容纳200人的中型基地，不是一次买齐，而是连续分批采购。这不是慢慢攒家底的漂流者，这是一个正在高速扩张的新势力。有个新目标，第3区域疑似新建聚落，正在大批扫货建材，位置已经打包。多少？6000水点。没兴趣。刚起步的聚落，防御接近于零，连像样的武装都没有，建材是现成的，还有高纯度淡水和稀有烈性酿造液，整船拉回来，少说值2万水点。我说了没兴趣，我们刚接了个大活，3家联手，头目亲自带队，没多余的船。行。哼。谁？朝市鉴定3号，有条生意，位置情报，新建聚落。多少？6000。成交。生意做完了，至于那个新聚落会怎么样，跟我没关系。8级海贼团，西南海域的中小型海盗团伙，实力在整个海盗圈排不进前20，但胜在能跑会藏，专挑软柿子下手。他们的出价从来上不了台面，但这条情报再不出手就要简直了。新聚落建设速越快，被别人撞见的概率越大。这味道跟涮抹布水差不多。新聚落，防御评估低。老规矩，快进快出，不恋战。船长，情报上说对面有高纯度淡水，多高纯度？不知道，但能让朝市交易之门打标签的，最少是过滤3遍以上的好水，不是那种带辐射残留的干水。在这里，高纯度淡水就是硬通货。还有那个酿造液，报告上写的是从未见过的品种，烈性的。船长，咱多久没沾过酒了？闭嘴！你上回喝了假酒，差点把船底凿穿，忘了？一个新起的聚落，疯了一样囤建材，说明手里有钱，但没拳头。在这片海上，有钱没拳头的结局只有一个，变成别人的钱。2天后到，全员休整，检查家伙。船长，万一对面人比咱多呢？在这个世界，人多不顶用，阶位才是一切。我是2阶逐波者，下了水，一个人能摁住几10个没阶位的普通人。走，挣钱去。我是退伍工兵，干爆破12年，不会钓鱼，唯一的本事就是把东西炸成渣，所以请叫我岳父救绳。大哥，你清醒点，我带的 C4。师傅这一格不带鱼回来卖钱吗？钱有炸东西爽。350人，每人1个安全箱，恭喜你们，花几千万物流成本去救一件标价350水点的商品，这不是游戏活动，这是智商筛选器。伊瓦娜，等会儿人很多，你找个角落待着，别被挤到海里去。多少人？
400多。全息游戏，妈的，论坛上说的全是真的。这渲染精度，这光影，这空气散射，U16都做不出这效果。这他妈到底什么引擎？兄弟们，瞅见没？新韭菜到货了。想当初哥第一次来也这表情，但哥只愣了3秒。你愣了3分钟，差点掉海里。你闭嘴！哼。岳父，我来救你了！你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伊布的女婿。伊布是我大哥。你大哥？人家闺女还没答应你呢，你倒先认上大哥了。我跟伊布是兄弟情，跟他闺女没关系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你这 ID 一看就是曲线救国，先认大哥，再泡妹子。你说谁曲线救国？我说你呢，怎么了？做大梦。您的游戏 ID 违反 NPC 保护条例第7条，冒充 NPC 亲属关系，已被管理员临时封号，请修改 ID 后重新登录。他被封了，看来老公这次比岳父和大哥敏感多了。这次是来打海盗的，对吧？我准备好了。啊！年轻人，枪为百兵之王。啊！大叔，您这枪头戳人身上，是不是还会弹回来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以柔克刚。收一下，收一下！我试试趁不趁手。你先看看打不打得着人吧。你这一轮方圆3米全是伤害范围。我打了30年的鱼，头一回见有人拎流星锤来钓鱼的。还有拎红缨枪的，我看到了。还有个耍双节棍的。唉，这帮人到底是来救岳父的，还是来开武林大会的？这个靠谱，这个能打。复合弓好东西，杀伤力够。我去，管制物品！兄弟，弩不错，哥们儿识货，
175磅薄钢板都能射穿。下线之后，麻烦配合我们走一趟。你是？别以为下线我就找不到你，刚才面部识别已经录入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真的假的？有人把弩带进来了？弩算什么？我本来想带猎弓，我媳妇儿说违法。合规竞技弓没事儿，弩确实擦边。唉，要是在灯塔国，高低整把巴雷特，一枪一个海盗。巴雷特那么大，你塞得进安全箱？安全箱不限尺寸，只限件数，一把枪就是一件。枪算一件，子弹算另一件。枪进来，子弹进不来，你抡着枪砸人。靠，还真是。所以老玩家都懂，带枪不如带弓，带弓不如带棍，带棍不如带鱼竿。鱼竿能打海盗？鱼竿不能打海盗，但鱼竿能倒鱼换时间点，时间点才是这游戏最值钱的东西。你带把刀进来砍谁？砍 NPC 扣分，砍玩家封号，砍海盗你又打不过，不如踏踏实实钓鱼，对不对？等等，你干嘛呢？我验证一下这游戏真实度到底到了什么程度。验证真实度跟你解裤子有什么关系？全方位沉浸体验，体温、触觉、痛感，我得重新测参数。你说人话。我想看看，光着腿海风吹上去凉不凉？玩家违反公共秩序规定，强制下线30分钟。他下线了，裤子还在。他回蓝星的时候是不是光着腿？别说了，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。所有人注意！再说一遍，所有人安静。第一，欢迎来到全景海洋。你们脚下踩的不是建模，是真实的外星金属。你们吸进去的不是数据聊，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海风。第二，本次活动规矩很简单，听话干活，别找事儿。违反基地纪律的扣时间点，严重违规的永久封号。第三，谁再脱裤子，永久封号。老板今天杀气很重，怂。老板在中心核心区。按兵种列队：突击组左翼，火力支援右翼，侦察通讯中间，工程保障和后勤医疗后排。这边什么情况？这么大阵仗！我操，那队列走得比我高中军训教官骑得多。废话，人家这是正经的作战部队。来，帮我拿一下。
我头一回觉得手里这根路亚杆寒碜。别这样，鱼竿是咱的灵魂，灵魂有屁用？人家那边全是九武士，9武士不能钓鱼。但我现在不想钓鱼，我想打海盗。你连晕船都晕成那德行，打什么海盗？你。满参谋，你好。李老板，陈局让我带句话：人枪弹该给的都给了，仓弹1颗不能外流。仓弹嘛，打出去的子弹塞不回弹壳里。自由潮市第3临时锚点，你说的拍卖地点，我建议分2批行动。第一批先到潮市走正常交易程序，用水点买人，交易台上挂的货只要价够对方没道理不卖，先走正路。第二批主力200人加特战小队，乘浮台整体转移，距锚点5海里外待命。第一批要是交易顺利买到人直接撤，要是出了意外，第二批立刻前压，快艇突入，特战队强行提人，火力组掩护撤退，其余人拖住对面，给撤退争取时间。买得到就买，买不到就抢。战场上没有第3个选项。语言怎么解决？没人会说帝国通用语，到了朝市张嘴就会露馅。先遣交易队全程不开口，伪装成一堆不会通用语的底层漂流人，交流靠交易终端的文字界面。你远程监听现场，需要说的话翻译成帝国文字发给我们，交易队照着屏幕上的字跟对面打字交流。方案可行。傻福傻福傻福！满参谋，先遣交易队的人选我来定。你的地盘你说了算。 NPC 小姐姐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玩家，能跟我合个影吗？NPC 你好，这是我从蓝星带来的礼物。滚犊子！新来的吧？第1条规矩，不许骚扰 NPC；第2条规矩，靠近 NPC3米以内要老板授权；第3条，在这浮台上 ，NPC 的安全比你的命重要。他听不懂中文，你们省省吧。而且他有主了，谁的？大家的。切，5米长，1米8宽，吃水线40公分，底板用帝国合金，不怕磕不怕撞，就是重。浮力全靠气泡岩板补。谁带了大功率旋摩头？300马力挂5米船身，推重比够了，满载跑个35节没问题，极限能摸到45。卢谷先生，这挂载位的孔距跟雅马哈标准不一样，帝国合金板的螺栓孔打的是封膜制式，转接板一头对雅马哈，一头对帝国试试，中间垫橡胶减震。让一下，添了2毫米，我补票。机修的，启动。老板，船好了，下水测试。我操！漂移，海上漂移，这船比我飞度快10倍。秦哥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测试航速42节，极限转向半径15米，抗浪性能优秀，没有明显共振，船没问题。快艇测试完毕，现在分配登船名额。先遣登船队共150人，军方100人，由满参谋统一指挥。我要去！开恩，算我一个！老板选我，我带了弩，远程输出。我有复合弓，远程火力。力量型玩家，我最强。枪乃百兵之王。仨傻逼！我会嘲讽。让我上船，我力量最高。
安静。名额多少？选谁啊？我要报名。玩家名额50人，选人标准只有一条：上了船你得有用。拿红缨枪和训练剑的自己掂量一下，如果面对真正的敌人，你手里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帮你活下来？5元登纲，贺强，绝不空军。猫哥说车，我爱巨物。李峰，水猴子阿坤，黑脸老头，我也能去。你嗓门大，用得上，随便。选我干嘛？我做饭的。带上你的刀，也行。卫生员小曹，乌鸦嘴。我，因为你上次说风暴要来，风暴就来了。我需要一个活体预警器，到了地方让你开口，你才能开口，其他时间闭嘴，离我远点。我还没说什么呢。你别说，凭什么不选我？我带了弩。因为你下线之后要配合调查，你要是死在那边，弩被爆出去，就没有证据了。我有复合弓，竞技级的。留下守基地，基地也需要远程火力。李老板，我有特殊技能，我能唱歌助威，鼓舞士气。等你唱完，海盗都睡着了。音乐是最强的精神武器。那你对着海盗唱，他们自杀算你功劳。小心我一套昆拳把你带走。你也加入吧，到时候见机小事。1号艇，满志指挥；2号艇，秦风指挥；3号艇，李峰指挥。分别50名玩家，共3支队伍。这些兵哥哥好专业，站姿都一模一样。别问了，当他们是 NPC。可他们看起来不像。我说了，别问。秦哥，咱这条船火力最猛吧？秦哥你忙，不打扰了。替我看好杆。登纲哥放心，命在杆在。贺哥，你这造型……闭嘴，保命要紧。上次被鱼拖进海里，就是绳子没系好。这次谁也甩不掉我。上次甩你的是鱼，这次是海盗。海盗也不行。差不多了。他们要去哪儿？去自由巢市，救你父亲。谢谢你。不用说谢谢，你爹是2阶逐波者，对我有用。这是交易，不是慈善。那个 NPC 怎么还骂人呢？是啊，这么漂亮的妹子居然会竖中指。那是他打招呼的方式。打招呼竖中指？猫哥教的。但他的意思是，你们加油，平安回来。哭完了，就继续盯着那个交易屏，随时更新价格。走。海水越来越浑了，深一块浅一块，像墨在水底滟开。温的。减速至15节，3艇拉开间距，进入警戒队形。不对劲。啥不对劲？太矮了。你看那条线的高度，撑死了比海面高出30-40米。如果这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型巨碑，不可能只有这点高度。可能是平铺型的呢，跟咱基地似的，平着往外摊。平着摊不会有那种弧度。你盯着最高处往两边看，那弧线是连续的，跟一口锅扣过来差不多。不是锅吧？那弧度看着像……
我有巨物恐惧症，我现在浑身鸡皮疙瘩，我想回家，但是我舍不得走。你小子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贺哥，你看看水底下那个爪子，你看看那个爪子，你告诉我这他妈是游戏？这个游戏也太离谱了吧！建模都不带这么建的，这得多大的服务器才跑得动？站稳！站不稳，腿软。兄弟们看到了吗？20公里，20公里的乌龟，活的，它是活的。我这辈子不，这辈子不，下辈子都不可能在蓝星看到这种东西。你们说这个大乌龟会不会吃我？不许说！闭嘴！给我消停！这底下是一只20公里的活乌龟，它打个哈欠都能把我们的船吹飞了。记下来。这味儿比我老家海鲜秘法厂的下水道还冲。别吐，你要是顺风吐，前面船上的人跟你没完。各艇注意，目标前方1海里，按预案靠向东侧临时泊位区。1号艇先靠，2、3号艇外围待命，发动机怠速。先遣交易罪，准备登壳。身份码来意。交易。交易中心往北走，第3个路口左转。有消费可以在集区休息，餐饮和住宿在第4路口右手边，水价公道。地在动，地他妈在动，你们踩到了没？闭嘴！你现在是哑巴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听听他心跳。听到了，咚咚咚，大概15秒一次，跟烧锅炉似的。你脸在流血，不重要。赵田中，到。码头入口左侧，3点钟方向，2层平台上。看到了。标记。冤能海芒，冤能海芒，今早刚从海里捞上来的，和天下的老字号，50水点1包。冤能福鱼肉干，嘎嘎鲜，纯科技狠活，1水点1条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海藻酿，上好的海藻酿，300水点1瓶。这种刺鼻味儿，很像劣质高粱酒没蒸收干净的调子。交易中心到。
5号泊位，刚靠了3条不明船只，船壳材质帝国钢铁，尾部挂载设备从未见过，推进方式不明，声音很大。领头的带了40个人上壳，不说通用语，全靠终端交流，身份码匿名，余额1万以上。装备统一，行动整齐，不像游商，像是武装势力。被保护中间的那几个人可能是聚落高层的家属，好奇心特别重，左顾右盼，明显价值更大。巡逻兵通讯汇报，方向朝龟壳中部偏西。到了陌生地方，先看，再动。他们居然也有制式步枪，保险还开着。这地方的秩序靠真玩意儿维持。KR2281，此货物目前由巨指帮委托寄售，拍卖结束时间还剩39小时。当前底价350水点，已有2个出价记录，最高出价410水点。如需参与竞拍，请提前在柜台登记出价资格，押金为底价的10%，即35水点。你们是替别人跑腿的。目标锁定，编号 KR281，在2楼拍卖区，当前最高出价410水点，押金已交，拍卖剩余39小时。交易中心内部有朝章少会武装人员，配备有枪械类武器，威力未知。大厅内约40至50名平民。2楼入口处有一道铁栅栏门，需刷身份码进入。收到，别急，先让人在市场里转转，摸清周围环境。我需要知道龟壳上的武装力量分布、出口数量等信息。另外，如果你们经过集市区，看看有没有卖热沙的，一种灰白色的粉末。高温加工帝国合金用的，有的话不管多少全买。5元登纲，带3个人出去逛逛集市制，路线从东到西横穿一遍，记住路口、出口和有武装力量驻守的节点，通讯器保持联络，必要时可以使用水点。钓鱼佬的观察力不是白练的。在野外找鱼窝靠的就是对环境细节的敏感，水面纹路变化、风向微调、光影角度，所有信息同时处理。现在不过是把找鱼的技能树切到找路上而已。赌场？不如我们进去看看。我可是赌神转世，万一赢了，我请你们上5楼。走。Victory! 这真是暴率啊！空手套白狼。6个洞5颗子弹。First blood! 我操，老子的运气真差！你们谁要是射到了大将，水点别乱花，留着带我去5楼。想得美！我们马上上5楼了，回来告诉你体验感如何。好样的！你等我今晚上线的，我把你扔海里喂鱼。
把我扔海里喂鱼，你也不想想你上线的位置在哪儿？我想带你去也没办法。变态说车，快把他的嘴缝上！我上线肯定在赌场里面。我操，有赌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在哪儿？地址发一下。珍爱生命，远离赌毒。你们几个下线来我这里登记一下。这帮人什么来路？一个团伙？不清楚，穿一样的衣服，脑型都是一个样子，估计被同一个门夹过。前一个死了，后一个连演都不眨就坐上去。这不是一群亡命徒，就是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病友。Double kill！ 这俩人是不是有毛病？他们没毛病，5/6又怎样？他们在蓝星又死不了，就是强制下坏线而已，跟掉线重越一个道理。持枪者免费赠送100水点抵住，外围压住自负，中了就是2万水点。蓝星2000升矿泉水不值几个钱，可在这里2万水点购买几十个底层劳动力，1/6的概率拿2万水点，代价只是强制下线回蓝星，这买卖。我最近运气这么背，什么坏事都让我撞上了。按概率学，子弹不应该再找我了。他说打不到，那就真打不到，还是反着来。宝宝副大战2万水点，有钱了！他妈的1/6，你真打中了那个空的！我就说了，我运气背到一定份上就会触底反弹。你触底反弹个屁！你知不知道刚才扣扳指那一下，我心跳都漏了一拍，我自己也漏了。走。我们上5楼，98都这样了，298那岂不是直接起飞？老子命硬，2万水点到手，现在去5楼消费。假的 P 图，左轮的弹藏方向反了，这是镜像翻转过的截图。你搁这验毒呢？弹狼方向反了，是因为猫哥用前置摄像头拍的，你懂个屁！前置摄像头，游戏里的通讯器有前置摄像头，你编也编个像样的。它确实有前置，那也是游戏公司设计的道具，你们是不是收了推广费？我在这个论坛说了800遍了，这就是沉浸式营销，你们所有人都是托。这位兄弟，你要不要也来一发5颗子弹那种？我替你报名。我不跟你们这帮演员聊了。乌鸦嘴，你给我等着！要不是我替你把生存概率提高了，你能赚到钱？你们3个人拿我的命换来的钱去消费，你等我今晚上线，我一定把你倒吊在船尾，拖着跑10海里。乌鸦嘴，我死了，你活了，你拿钱去。说好请我去5楼呢？就是，钱是我们3个一起挣的，凭什么你们3个去？凭你们死了，死人没有消费资格。你他妈等着！俺也一样。赌圣兄弟，咱俩是难兄难弟，这3个人不讲武德，回头咱结伴报仇。好，我带马小洛。你们吵完了没？5楼到底是什么？有截图吗？有没有类似伊瓦娜那种 NPC？ 如果有的话，我现在就开始攒水点。
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这是为 NPC 收集情报，给玩家出攻略。毕竟是游戏里的 NPC， 我们这算不算？算什么？没听金丝眼镜说吗？赌毒下线去他那里登记，我们这是正常消费。好赌的爸，生命的妈，家里10个弟弟等着他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再说咱们这是拉动 NPC 经济，促进2个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。你还文化交流呢？文化交流。猫哥，你放心，我出钱。到了，到了。欢迎3位贵客。这张脸，这个头型，这个身材，哪个青楼的老鸨子好看过？这么一想，心态就稳了。了掉。在这个世界6000水点购买30个底层劳动力了。我要验牌，先来个最便宜的看看。我不是抠，这叫谨慎。我去，要是在蓝星的选秀节目看到这8个人站成一排，导演组可以直接宣布比赛结束了。我觉得蹲着不礼貌，你站着那个表情更不礼貌。NPC 管理员已对该内容进行合规处理。李老板，这帮人要是把高清无码的视频往论坛一甩，以蓝星宅男的平均心理防线，今晚报名人数能从3000万冲到3个亿。到时候每天光检查入住申请配住就得花8个小时，还干不干正事了？马赛克是必须的。虽然打了码，但我透过码已经感受到了震撼。这他妈是最便宜的！又来了，这肯定是 AI 生成的。你们放大看左边第3个的手指有6根，我放大看了5根。你数学不好，别出来现眼。那也是 CG， 现在的 CG 技术完全可以做到这种程度。闭嘴吧你！每个帖子底下都有你，你是不是住在论坛里的？这也太夸张了，这也太哇塞了！让他们喊一声死鬼听听。哦，98的都这样了，那298岂不是肯定更好吧？毕竟1分钱1分货。最贵的6000水点那档，3个人不用挑了，直接进包房。大客户啊，这是哪个大势力的少爷偷跑出来了吧？3位贵客好眼光，本馆第4档的姑娘可是圈子游潮市最出挑的，手续费加服务费一共18000水点，请先付款。刚到手2万水点，转眼只剩2000。扣除18000水点。3位稍坐，姑娘马上就来。紧张吗？紧张个屁！这都是小场面，等有机会，哥们儿带你们去线下见识一下大场面。你脚在抖，那是兴奋。兄弟们，我声明一下。我进来纯粹是出于对异世界文化的学术好奇。你闭嘴吧！你说，万一进来3个特别丑的人怎么办？唉，要不是看在你花钱的份上，你到底录不录？我在想，我女朋友会不会看到？你有女朋友？我有一条养了3年的锦鲤，我给它取名叫女朋友。
这就是6000水点，自由潮是最顶级的，在这个世界的审美体系里，他们是天花板。这3位是自由潮城评价最高的姑娘，卡当莎更是连自由潮市的水商都赞不绝口的。你不要过来呀！什么情况？不到3秒就出来了？我还没说话呢。猫哥，我悟了。伊瓦娜说她是全部落最丑的，我以前不信，我现在信了。18000就这么没了？不行，我要回去找老板娘退款。你怎么退？人家提供服务了，是你自己不消费的。我连碰都没碰，3秒，我进去3秒就出来了，这不算消费。在服务行业，进门就算消费。我们把拿命换来的钱全扔了。唉，是你要选最贵的。你不也没拦我？我想拦来着，但你打字太快了。今天5楼来了3个大聚落的少爷，花了18000水点，点了最高档的3位，进去不到3个呼吸就跑出来了。不到3个呼吸，有钱人的快乐我不懂。这种快乐还是不懂为好。可能是吃冤化物质吃坏了身体。这条巷子往西走，到头是死胡同，右拐有个通风井，能看到下层的码头。全要报价。300水点，100水点，250水点，200水点。贺哥，你讲价挺猛啊。习惯了，我在蓝星菜市场买鱼饵，从来没按开价给过钱。可这不是菜市场，逻辑都一样。我直接砍到100，他不会答应，但会在200上下妥协。这块起码12公斤，密度比钢高，比钛合金还沉。要是在蓝星光废路，价格就不止500块。多少钱？100水点。支付成功。目标位于2楼拍卖区第7号展示位，门卫2人腰间佩刀，未见枪械。收到。拍卖时间还有多久？还有35小时。绝不空军他们3个干什么去了？当地文化考察。天要黑了，我需要带队在龟壳儿过夜，请指示。驻旅店，我会取消你们的时间限制。所有人集合，10分钟内回到码头。20水点1晚，1间房4个铺位，不讲价。支付成功。贵客随便住，有事喊伙计，食物和水不提供，自备。游戏世界的夜晚对应蓝星的白天，有事情要处理的，现在可以下线。明天6点之前回来，不要迟到。收到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我知道，死亡判定等于强制下线，同时装备清零。这个机制我已经记录了。你们回到蓝修的时候是什么状态？裸的，醒过来发现自己光着躺在床上。我比他好一点，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全裸蹲在电脑桌前，连内裤都找不着。等等，你们在蓝星的衣服也消失了？对，安全箱物品也同步清空了。还好是在家里。这人谁呀？这不是 ID 叫虚拟验证师吗？说要验证游戏真实度，当众脱裤子，然后被李老板直接永久封号。他知道捂脸，说明脑子还清楚。脑子清楚有什么用？下面又没捂住。这个时候捂脸是最关键的，这都是经验。咱们出发吧，拍卖会快开始了。通讯器，低于1万水点，不能进入。
通过。下一件拍品即将开始。其他人来了吗？已经入场了。300水点起拍，成交，成交。 500水点起拍，交。一阶原画精华，经原脉学会认证的标准品，服用后有60%概率突破为1阶潜系者，起拍价8000水点。拍下来，没有上限。8500、9000。 10000水点，成交。这东西值1万，值。60%概率突破1阶潜系者，葛兰星，这东西的战略价值没法用水点计量。第7号 KR2281，男性，2阶主播者，眼角城出身，巨石帮拍卖460水点，成交。你是谁？常一离开拍卖区，队伍共计约140人以上的，用3个人质引进包围圈，一次性吃干净。总共应该150人，现在少3个。少谁？3名玩家失联，是否展开营救？不用管他们，要是出了问题，他们可以自杀复活。迅速带着伊布和物资立刻撤离。他们走了，什么意思？3艘船全走了，3名花18000的少爷他们不要了，这不合理啊，这不科学啊！醒了。你居然还有牛肉干，你是怎么放到嘴里的？安全箱里的啊，可以将里面物品具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，你难道不知道？你下次能不能带点有用的？牛肉干怎么没用了？牛肉干多有用啊！一会儿挨打了，多补充一些能量，喊起来更有力气。还在这儿？废话，昨天被按住蒙眼拖进来的时候，你没搞清楚方位？我被蒙了眼。你不是吹嘘自己方向感一流？在蓝星方向感一流，在一只乌龟背上，我连左右都分不清。走吧，找大部队。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至少挣扎了3秒，我根本没来得及反应。我被按住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。什么念头？这副本有点硬核。你们说，这帮 NPC 抓我们到底图啥？勒索呗。他们看我们出手阔堂，18000水点眼都不傻，肯定以为咱们背后有大金主。抓了当人质，等大部队来找人，再狮子大开口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？满志他们
是不是已经走了？不可能吧？我们3个失踪了，他们不可能不管。凭什么不可能？任务是救伊布，不是救我们。伊布比我们值钱。一个2阶主播者和3个只会花钱的钓鱼佬，你是指挥官，你怎么选？所以我们被放弃了？别用放弃这个词，太难听了。应该说我们被战略性暂缓了。换个说法，也改不了被下的事实。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自杀下线呗，回蓝星睡一觉，明天再上来。怎么自杀？手脚都被绑着。那咱怎么死？等他们来杀呗。NPC 杀了我们，不就等于强制下线吗？你让 NPC 杀你，你跟 NPC 说，来杀我，帮兄弟一个忙。你别说，要不我嘴贱2句，把他们惹毛了，说不定真动手。你可拉倒吧！你嘴贱的时候，连老天爷都听你的。万一你说他们不会杀我们，那我们是真的死不了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的？你闭不闭嘴？我闭嘴，你先闭。你要不是非要挑最贵的，我们能被抓？怪我？你自己不也举手了？你30好几的人了，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吗？你20出头就有判断力了？你判断的结果就是花18000看3根人形鱼雷？他们吵了多久了？报告，从昨天关进来到现在，中间安静过大约2小时，其余时间基本都在吵。吵什么？听不懂，他们说的语言我们没人认识，但从语气和肢体动作来看，大概是在互相痛骂对方干了什么蠢事儿。安静！哎，你的报告来了，安静！这样说，你要是在蓝星，这种事儿早上社会新闻了，3男子1国被抓，你能不能别提这个词儿？我进来是文化考察，文化考察个屁！你们别吵了，再吵我就把 NPC 中流传的3秒小故事抖出去。你敢？我不但敢，我还要在论坛开贴，标题就叫3秒的真实身份，副标题花18000看3颗人形导弹的男人。难道想同归于尽？随便，反正全贵客都知道了，我再添一把火也无所谓。让他们冷静一下。你没把痛感调到最低？调了啊？那你叫什么叫？我配合他们啊！你想想 ，NPC 辛辛苦苦背了这么多家伙，抡了这么大一鞭子，你一点反应没有，人家多没面子，多没成就感。做人要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。再抽。痒。有点疼。你们这铁钩设计有问题，弯度不够，刮的时候容易打滑。建议参考蓝星的10大酷刑，倒刺角度再大15度。那个盐水灌注器倒还行，就是盐的纯度差点意思。下次换精致海盐效果会好很多。我开面馆的时候就是用精致海盐煮面才好吃。第23种那个能旋转的，我觉得最有意思，能不能再来一次？去把吕山他们3个叫来。吕山，5楼的。对，卡当沙那3个，快去。走了，你们猜他下一步整什么活？继续打，打不动了。你没看他手下胳膊都在哆嗦，抡了半天鞭子，比我们还累。我看过不少间谍片，
刑讯逼供没用之后，一般就3条路：第一，加大力度往死里整；第二，心理战，关你几天不给吃喝；第三，美人计。不是你看过啥间谍片，能从龟壳上的牢房想到美人计？007每次被抓都有美人计环节，经典套路，美女看守，美女反水，总之都会爱上邦吉。你觉得这帮 NPC 有007的审美水平？我猜对了，先上乌鸦嘴。不要过来啊！我什么都说，你们问什么我答什么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别过来！果然，美人计才是正解，让他们上。李老板，5元登岗，谁都行，救命啊！别碰我，我有女朋友，她是一条锦鲤，但她嫉妒性很强的。你不存在，这是幻觉，这是 NPC 的心理战术，我不看就不存在。这就是3个男人被极品美人击穿心理防线后的正常应激反应：挣扎、求饶、闭眼不敢看，全是臣服的前兆。通讯器，不对，通讯器被没收了。李老板，不对，我知道你能看到系统记录，求你了，开自杀权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扣我100个时间点都行。什么情况？3个人怎么全部超过安全指数？被 NPC 抓了，通讯器要被没收了。兄弟们，如果我再也没上线，请记住我的路亚尔要用2号银色。绝不空军，你要是死了，你的路亚尔我帮你保管。绝不空军，你的鱼竿我也帮你保管。鱼竿是我的，你别抢。路亚尔是我的。人家生死未卜，你们就开始分遗产了。分完了通知我一声，我要他那件印着魂轴大队班举办的路亚钓鱼比赛金奖的花马甲。这是爽死了！等大部队回来之前，咱们干点什么？你懂不懂？枪为百兵之王，我这杆枪跟我13年了，每天早上6点公园东门扎200下，风雨无阻。大爷，您这枪头是软的啊？软的怎么了？软中带硬，刺不死你也把你戳出一身包。吹牛！大傻第4层蜂巢结构的拼接点需要加一根斜撑，不然横向受力会集中在3号铆针点上。加碳钢斜针还是合金？碳钢够了，省着点用合金。从先遣队出发到现在，他已经在这个位置做了整整1个命案周期，中间只站起来过2次。他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，他只知道一件事：300多个异族人坐着3条船去了自由潮市，去买他的父亲。他们回来了，南偏西方向3道白线，是咱们的船，真是咱们的船。那个船型我认识。废话，除了咱们谁有这种船？快看快看，1号艇大头！活着。伊娃呢？我在，父亲，我活着。头发乱了，脸更黑，但他站在那里，活着。他们在喊什么？他们在喊欢迎你。
人到了，1阶渊化精华也拿到了，热沙采购完毕，总计花费23000水点。2阶逐波者底子还在，即使被关那么久，一身腱子肉仍紧绷骨架。一部前岩角城护卫队队员，2阶逐波者，从今日起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你救了我女儿，又救了我，欠2条命的人只有一种还法，你指哪儿，我杀到哪儿。我操！主线 NPC 入队了，这是什么？认主剧情，岳父大人效忠了。岳父大人剧情，从今以后岳父就是咱们基地的人了。起来，我这里不兴贵，站着说话。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我不收别人的命。一个要求，好好活着。另外，你女儿在这里干得不错，工作仔细认真。那就开始干活。贺强，那3个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海上的规矩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回来的就是活着的，没回来的就是死了的，所以不能问，问了也没有用。可我还是忍不住想，他们真的平安吗？猫哥说他们3个没死，他们有别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暂时留在那边了。放心，死不了。那3个人比你想象的难杀得多，明天白天你就能看到他了。确认一下，上面一个超凡者都没有。我在水下观察了2个明暗周期，他们的人经常下水，我数了，至少有40多个人下过水。水性怎么样？非常烂，船长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烂的水性。他们下水之后，在水下最多憋10分钟左右就得浮上来，有些人甚至连5分钟都撑不住。5分钟？对，还有更离谱的。他们潜水要穿一种特殊的紧身衣，背上还要绑一个冒泡的金属罐子。冒泡的金属罐子？对，罐子上连着一根管子，管子咬在嘴里，人在水下靠那个管子呼吸。我第一次觉醒潜息阶位之前，在水下最久也能憋接近30分钟。一个1阶潜息者可以在水下自由活动1小时以上，而我作为2阶逐浪者，极限憋气时间超过4个小时，靠一根管子在水下呼吸。这群人连潜息者的基本能力都没有。还有，我注意到一件事，他们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在水面上站立或行走。确定？确定。我每次观察至少2个时辰，从来没见过任何人展示超凡能力。他们所有人的身体素质都像是普通人。武装呢？这个比较奇怪，他们手里的东西我大部分认不出来，有一些黑色的长管状武器，比帝国制式枪短一些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另外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有人拿着一根长杆子对着海面甩来甩去。甩来甩去？干什么？好像是在抓鱼。那根杆子前端连着一根线，线的末端挂着一个小钩子，他们把钩子甩进海里，等着鱼自己上钩。用一根线和一个钩子钓鱼？对。有病吧？居然还有人的游泳速度比不上鱼。人数呢？目前在浮台上活动的人大约300多。300多人，而且全是没有超凡能力的普通人，天上掉馅饼也不过如此。这要是全抓起来，送到自由巢市，一笔不小的收入。还有一个发现，他们的浮台上有一种淡化装置，跟帝国淡化核心不一样，体积很小，但出水量不低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一个女人在那个装置前面接水喝。什么样的女人？非常丑，就是奴隶市场中那种100水点一位的那种。那种长相的女人，在正常聚落里面只配喝过滤的尿液。对，
但它是直接从那个装置出水口接的水，接出来之后直接喝了。那个水清澈无比，从20米外都能看出来没有任何杂质。能让一个长相处于最下层的女人直接从出水口接水喝，只有一种可能：这个聚落的淡水产量充足到可以无差别供应。淡水是这个世界最硬的硬通货，一个有大量淡水的聚落，一个没有任何超凡者守护的聚落。全员准备。船长，有一件事我不确定要不要说。说。他们那个浮台上有一个传送器底座的能量波动，虽然很微弱，但我在水下能感应到那种特有的嗡鸣。传送器，一个刚起步的、没有任何超凡者的微型聚落，拥有一台传送器。不要紧，传送器是用来做交易的，不是用来打仗的。管它有什么宝贝，打下来就是自己的。目标距离。直线34行里，按照碎牙号目前的航速，不到2个时辰。1个时辰后出发，到了地方，老规矩，先从水下包围。7个潜息者水下推进，我在前面开路。30多个普通水手留在碎蛇号上，等信号之后直接撞上去。300多个连水面都站不上去的普通人，我们41个人绰绰有余。岳父大人，能不能比个心？比心，就这样。这个人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岳父大人，送你的蓝星国宴级别的饮料。狗东西，真舍得下本钱！我过年去我岳父家，最多带2瓶嘎子那里买的 XO， 一个游戏 NPC 你居然送毛子？没有味道。还是密封的太结实了。酒类，好香的酒类。太好喝了！这是什么神仙酒品？粮食的香味伴随着一股独特的香气，就像是于姐的大汗脚。踩在酒曲上发酵出来的味道，这种口感的酒类已经不能用水点衡量了，这是结交大势力高层的巧门砖啊！仨傻逼，大傻逼！浮台南方30海里有一艘船在靠近，你看看这个画面。能判断是什么级别的危险吗？这是海盗船，船上没有5大势力的标志，海盗船无疑了。海盗确认。红点旗，我记得叫巴基海贼团，西南海域的小股海盗，1个2阶带7个1级，加一帮普通水手。你认识？岩角城的情报册子上有。小角色。锯齿帮外围成员，一般拿他们当跑腿用的那种，但我现在有伤在身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只能拖住巴加1个人，剩下那7位1阶潜袭者是个大麻烦。全体注意！全体注意！30海里发现海盗船，正在向基地靠近。估计是发现我们了，预计1个半时辰内到达攻击范围。海盗，真海盗！怪物工程，这是怪物工程啊，兄弟们！第1次防守战，有没有首杀奖励？战果怎么算？成功制服一个海盗能给多少时间点？问个实际的，对方被制服后会不会留下装备？那就把他们的装备全缴了。NPC 把我鱼竿抢走了！大傻逼！这是轻功水上漂，轻功你个头！这是2阶主播者的能力。
管它叫什么，它踩在水上面跑，脚底下是水，是真的水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游戏太真实了吧！这游戏太真实了吧！你确定这是游戏？不是游戏，难道是纪录片？立场介质对海水的承托比，不对，这不是简单的浮力问题，更像是局部密度改变。一步回来，回来！你右臂有伤，打不了持久战。巴基是2阶，手下还有7个潜袭者，你现在冲上去无疑是送死。伊瓦纳刚把自己的父亲找回来，你难道要让他亲眼看着你去送死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钓鱼。满志，在。海盗船还有多远？26横里，航速7节，预计1个半小时到。足够了。所有武装人员不要提前暴露，枪械弹药全部收进船舱和遮阳棚下面，无人机降低高度，别让对方看到。你要放他们进来？海上追击战最麻烦，不如让他们自己撞上来，关门打狗。明白。所有在线玩家将参与基地保卫战，击杀海盗者额外获得时间点奖励。绝版勋章，这不就是稀有限定皮肤了吗？仅限当前在线玩家，那我们呢？投诉个屁！你在蓝星，海盗在海洋世界，你去跟海盗商量，让他等你上线再打。乌鸦嘴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乌鸦嘴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们不会被强制下线。现在绝版勋章没来了，我在伊瓦纳面前展现英勇的机会也没了。你赔我！兄弟们冷静一下，等咱们上线的时候，活动早结束了。我操了，你快闭嘴吧！我希望海盗能坚持到我上线，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拿到绝版勋章。此用户因情绪过于激动，发言已被折叠。让老夫先上，今天就让这帮海寇见识一见百兵之王的威力。吹牛服你！你给我闭嘴！大信球，大信球，大信球！海盗爬上来一个，我射一个。你确定你能射中人？海盗来袭意味着毁灭，岩角城就是这么没的。这帮人看见海盗来了，居然抢着要上，我不理解，真的不理解。别怕，这帮人比海盗疯多了，没事的。距离21海里，航速不变。等他们全上了浮台再动手，一个都别放跑。收到。拉倒吧，你拿什么打？你那根广场舞红缨枪吗？你别瞧不起我的枪，当年我师傅在少林寺。大爷，少林寺使棍不使枪，一样的，棍为枪之母。啊！吹牛服，吹牛服！兄弟们，我有个提议，咱们400人打40个海盗，这叫开团刷副本。对，谁当坦？岳父大人不是2阶吗？让他坦啊！你见过哪个游戏副本让 NPC 当坦卡的？岳父大人，你看看这个。老板，帮我翻译一下。我问岳父大人海盗船长的弱点。我现在很忙，自己想办法。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疾病？我不确定，可能是在跳舞。我要打海盗。海盗来袭意味着杀戮、掠夺和死亡，这些人为何如此兴奋？他们不害怕吗？他们不是不怕，对他们来说，死亡只是暂时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死了还能复活？差不多。目标距离19海里，航速稳定，未改变航向。水下有动静没有？暂时没有，但根据已知情报，8起的潜袭者会提前下水，从水下包围目标，预计在距离5海里时开始水下部署。不知道子弹能不能穿透筑波者的皮肤。大哥，你鱼竿拿反了。是新鱼竿，得先摸摸手感。你说海盗会从哪个方向上来？南边啊，情报不是说了吗？那我得换个位置。等等，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？我还是守北边吧。你一个人守得住？精准距离30米，我能射10米以内。你上次射海鸥，那是海盗又会飞。万一海盗游泳呢？水里一个人投那么大的目标，你30米能中？真打起来，这浮台能成活？
600人同时站立都没问，那海盗撞上来呢？你说的也对，万一交战的时候，海盗先用船体冲撞，确实有些麻烦。那我去把焊枪收好了。别收，等打完了还要修补结构。距离12海里，距离9海里，目标船只周围出现多个水下信号，判断为人员入水。几个？7个，全部从船体两侧下水。这速度远超普通人，所有单位保持隐蔽，核心带3人下水监控，不得主动接近。轻点，那速度是蛙人3倍。看南边，这也叫海盗船？我们村头老王的渔船都比这气派。你看那个船壳，拿我家铁锅敲一下都能砸穿。铁锅不行，但我那根碳钢撬棍可以。来了来了，老夫等的就是一刻。这一枪，先挑了他们船头那根铁杆。就你！你再说一句。就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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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志，水下什么情况？核心汇报，7个1阶潜袭者已经在水下散开，向浮台靠近。队形是标准的扇形包围，目前距浮台1.5海里。这帮潜袭者的水下速度确实快，核心跟不上。他正在监控最近的2个目标，其余5个只能靠声呐被动追踪。别追，回来，让他们包围，包围了才好，省得跑了。我靠！你们看甲板上有人！船头那个站得跟钉子似的，肯定是 BOSS。有 BOSS 就有小怪，甲板上那些是精英怪还是普通怪？看装备吧，拿刀的应该是精英怪。空手的是小怪。你们说的什么破游戏术语？这是真人真的海盗。真人怎么了？真人 BOSS 不还是 BOSS？ 兄弟们，我们得有个替把仇恨拉住，让岳父大人当替，他2阶扛得住。不行，刚救岳父大人回来，胳膊还有伤，你是人吗？我去，我练过散打。对面可是超凡者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人家有刀。等我先戴个头盔。等海盗登台后，所有普通玩家后撤至浮筒北侧，不听指挥的扣时间点。首长，目标距离1.2海里，碎牙号正在降速，准备靠近。甲板上的武装人员全部集中到船头和2侧，判断为登陆前的集结队形。7个潜袭者已完成山形包围，距浮台约600米，目前静止不动，判断在等待信号。这渊能海袍挺有劲儿啊！就这，船长，跟我侦查的一样，一个超凡者都没有。淡水设备在哪儿？浮台中央偏北，那个丑女旁边。我操，他也会踩水，跟岳父大人一样的。BOSS 来了 ，BOSS 来了！快录快录，这个角度拍过去帅啊！谁管他帅不帅？他冲过来了，拦住他呀！拦？怎么拦？你跳海里去拦？我是八旗海贼团首领，2阶主播者。他在哇啦哇啦说些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们这群海迷潮，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
把浮台上所有的淡水设备、食物储备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。人，我不动。第二，不交，那我先杀你们10个。你听不懂？废话，这又不是蓝星语言，那谁听得懂？老板能听懂啊？老板这录下来包给老板翻译。等一下，我先调个角度，闹光了。你在乎什么道光？万一以后出攻略用呢？海毛虫，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？这海盗长得也就那样啊，黑不溜秋的。海毛虫，你才是海毛虫，你全家都是海毛虫。12年了，没人敢正眼瞪我。海毛虫，今天，一只鸟骂我是海毛虫，最下等软体寄生虫。我操！你们看他脸红了 ，BOSS 脸红了，仇恨拉满了，鹦鹉拉了仇恨值。兄弟们，这鸟是 T 啊，鹦鹉是 MT。没事没事，我家鹦鹉训过的，专业骂人30年。再让他骂，多骂几句，把 BOSS 仇恨值拉稳了。是啊，海毛虫，海毛虫，海毛虫，好鸟，好鸟，骂得好。大信球，秃地壳蟹。一只鸟，一群听不懂的蠢货，他们在笑。我操 ！BOSS 上台了，近战阶段开始，谁先打第一下？有没有手刀奖励？兄弟们 ，BOSS 正面特写，绝对不是贪图渲染。我操 ！BOSS 秒人了，2刀2个，这伤害太离谱了吧！对话他是2阶，而且主播者。这张脸右颧骨一道旧伤疤，这股约能波动2阶，同级。情报上不是说一个超凡者都没有。对面是伤员，右臂废了，战斗力最多6成。没想到你们这破地方还藏了一个逐播者，但你这个样子挡不了我太久。够了，我不需要赢，只需要拖住。小怪上来了 ，BOSS 交给约夫大人，咱们先清小怪。百兵之王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。就你，战略性转移，百兵之王讲究的是后发制人。抓活的，别打死了，活的值钱。先控住小怪，有没有会摔跤的？就你了。抱住了，我抱住了。就这，系统痛感1%。虽然没啥感觉，但是这画面看起来还是有点恐怖，实在是太真实了。你砍吧，我10个手指头呢。你一根一根砍，砍完我还有脚趾。按住了，按住了！谁有绳子？我有安全绳。绳子不够，再来一根。我这还有一根鱼线，大力麻的，20号线，一个搞定一个，手杀。沈先生，你先上，你不是说100公斤的体重一面墙吗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
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打不进去。胖虎呢？让胖虎上！别叫我了，我得止血。你不是不疼吗？不疼归不疼，滴血太吓人了，我密孔。你密孔跟滴血有什么关系？滴在地上的血点子密密麻麻的，看着犯恶心。上，摁住他！牛逼！大爷是练家子，我去，这就是百兵之王吗？大爷叫什么名字？不是，我说就叫红缨枪大爷啊！我说现实中叫什么？老汉唐炮军，当年在体校练了12年枪术，全运会拿过铜牌。出来的运动员，你之前拿软胶枪头戳海的时候怎么不说？老汉是想看看他们的路数。再说，第一次就下狠手，万一戳死了怎么办？我可没那么多时间点。这几个我打，你们按，听我口令，我喊上的时候再冲，别在我出枪的时候挡路。来，上！两个！YYDS，不许学这种话。CPDD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兄弟，你别咬我手，他咬你是因为你手捂他嘴上了。哪个胎神在脱我裤子？这都什么爱好？谁有绳子？快，这俩太瘦了，我怕压扁了。压扁了就压扁了，海盗又不是大熊猫。海盗要跑了！满志，开火，打腿。收到。全体注意，开始射击，目标下肢。
别开枪，我们投降。别动。海盗首领已控制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！人太多了，我实在是挤不进去啊！红缨枪大爷真牛逼，估计是全场 MVP 了。不错。你什么时候学的帝国话？兄弟们，复盘一下哈。本次战役正式命名为福桃保卫战。我个人战绩射箭4支，命中0支，下到海鸥1支。综合评价：参与感拉满，输出为0。大傻逼！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情报？谁的情报？自由超市。哪个交易员？3号工位，代号泽尔。他怎么定位到我们的？传送器信号。你们的传送器接入第3区域节点，每次交易都会产生信号衰减，他用衰减数据反向推算方位。这条情报他卖了多少？5000水点。你跟泽尔之间的买卖尾款结了没有？什么尾款？你买他的情报5000水点一锤子买卖，还是有分期有返点？一次性的，我付了5000，他给了坐标。那你现在联系他，告诉他你已经打下来了。你让我说这个聚落被我打下来了？对，告诉他你大获全胜，这边什么都没有，不止5000水点。跟他扯2句，让他觉得你心里有气，但又拿他没辙。好，我说。泽尔，8级。哦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。你那个情报有点水。怎么说？什么新建聚落，就一群漂流者搭的临时棚子，淡水设备是有，但也就够10来个人喝的。你说的什么烈性酿造业，一滴没找到。
我过来的时候，那帮人已经跑了大半了，留下的全是些老弱病残，连1阶潜息者都没一个。行吧，5000水点买了个迷茫，算我走眼了。你可不是走眼，我带着11个弟兄跑了100多海里，元能燃料都用了3瓶，就为了打一堆破棚子。泽尔，你下回再找我做买，情报质量上点心。行，下次给你打折。这个泽尔信了吗？不好说，但至少短期内，他手上关于我们的情报会被归为低价值。一个被打烂了的漂流者棚子，不会有第2家来找麻烦。嘿，兄弟，你看你砍的纪念品，这 NP 的面部剑矛太精细了。你看这个毛孔，这个胡茬一根一根的。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你手上还滴着血呢。没事儿，不疼。我不是担心你疼，我是怕你的血滴我鞋上。你看这个伤口，40枪头扎进去的，深度不到1厘米，但整个手腕的筋腱全废了。大爷，这刺的位置也太精准了吧！解剖学级别的穿刺啊！废话，体校练了12年，全运会铜牌，你以为白练死？你别说这个了，行不行 ？MVP， 你哪儿学的这些？大傻逼！碎崖号上搜出来的东西，帝国推进器1台，功率大概咱们雅马的1/3，但吃渊能海藻当燃料，不用柴油。帝国合金武器17把，短刀9把，短棍6根，匕首2把。渊能海藻汁液储备约18公斤。另外还有1台短程通讯器，加密频道里存了3个联络点的识别号，留着。通讯器里的识别号全部备份，以后用他们的进行交易。有件事。说。伊布，2阶主绑者，我们把他救回来的核心目的，你清楚。力量体系研究。对。但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人怎么修炼的，还是一头雾水。伊布回来后就遇到了海盗来袭，没来得及系统性了解，时间全耗在战斗上。你的意思是，趁现在局面稳了，把修炼的事问清楚。伊布和巴之都在，2个2阶主播者，一个友军，一个俘虏，信息可以交叉凭证。行，伊布，你们的力量来源，平时怎么修炼的？可以给我们讲讲吗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所有的，从头开始。好。在旧帝国时代，每个帝国公民的孩子从3岁起就要接受渊化浸泡。比级风旗2边向小风。渊化浸泡，用提纯后的渊化物质泡身体，专门的浸泡池，里面灌满高纯度渊能溶液。孩子泡在里面，渊能会慢慢渗进骨骼和肌肉，沉淀在身体的特定位置。特定位置。窍穴，人的身体一共有180个窍穴，旧帝国的学者把它们全部标注了出来。据说有一套完整的窍穴图谱，但大灾变之后，图谱和大部分帝国典籍一起沉到了海底。突破窍穴是什么意思？渊化浸泡是打基础，让身体习惯渊能。真正的变强靠的是突破窍穴，把积蓄在身体里的渊能集中到某个窍穴上，冲开它。窍穴被冲开之后，渊能就能在体内流转，身体素质大幅提升。冲开一个道窍穴就是1阶。对，1个窍穴潜息者，19个窍穴主播者。3阶呢？4阶。37个窍穴是3阶破流者。之后每往上走，需要突破的窍穴数量成倍增加。具体到几阶需要多少个，我只知道到2阶为止。再往上的数字，那是大势力才掌握的东西。窍穴数量没问题，突破流程也对，但他漏了一个关键的东西：突破窍穴的顺序。顺序？你刚才跟他说了窍穴突破，但你没说最重要的，窍穴突破的先后顺序不同，练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他说的没错。旧帝国时代，孩子们浸泡打好基础之后，大概到了15、16岁，帝国的说法叫试炼期，开始尝试冲击窍穴。180个窍穴分布在全身各处，先冲哪个后冲哪个，组合出来的效果千差万别。帝国有一套最有效的突破方法，不止一套。帝国的研究机构花了几百年时间，试验了无数种窍穴突破顺序，不同的顺序形成不同的功法，有的侧重力量，有的侧重感知，有的侧重防御。具体什么样的？我听过的有一种功法，修炼之后可以操控水中的物体攻击敌人，
短刀、石头碎片，任何东西都能隔空操控。还有一种能跟海洋生物建立联系，不是简单的驯服，是心灵层面上的沟通。据说最厉害的修炼者可以让冤兽替自己作战，变成仆从。那种人在海上碰到了，掉头就跑，别犹豫。你说的是冤听者体系？是，也不完全是。冤听者体系只是其中一个方向。帝国的功法种类远比流传到现在的多得多，增加皮肤和骨骼密度的防御性功法，强化筋骨韧性到极致的体术性功法，还有一种能让断肢重新生长。再生？对，再生。对，帝国时代有记载，修炼特定功法的战士，砍断的手臂可以在3天之内重新长出来，但那种功法极稀有。即便在帝国全盛时期，掌握的人也屈指可数。那你呢？你是怎么突破的？我没有功法。什么意思？岩角城是个小聚落，人口不到500，没有帝国功法传承。我跟巴基一样，用渊能直接灌。直接灌？把大量的渊能一次性注入身体，同时滋养18个窍穴，然后一股脑全冲开。不讲顺序，不讲搭配，纯靠蛮力突破。在旧帝国，我们这种突破方式出来的人叫利人。利人就是纯靠肉身蛮力干活的，没功法，没技能，跑得快，力气大，抗揍。除此之外，什么特殊能力都没有。帝国时代的利人就是去矿场搬石头、去船坞拉烂绳的苦力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尝试挨个突破窍穴？有人尝试过，他的按照自己的想法突破的，结果人还没到2阶就疯掉了，估计是突破的顺序错误。功法传承现在都在谁手里？5大势力：铁超联盟、深蓝教廷、渊脉学会、朝商会，还有龙脊暗礁里的那群佣兵。5大势力各自掌握着不同的功法残篇，但据说什么？据说都不全。不全？旧帝国留下的功法体系非常庞大，大灾变之后散落各处。5大势力手里的功法都是从海底遗迹里打捞出来的残篇，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拥有完整版。但有一个传说，旧时代的5大帝国中，那些最顶级的贵族中，据说掌握着一种能开发身体隐藏窍穴的功法。隐藏窍穴？普通人180个叫窍穴，人体实际存在到窍穴远不止这个数，240个，甚至360个。旧帝国时代叫它地级功法。每一个修炼至强功法的人，都拥有按帝国旧书里的说法，神鬼莫测的威能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？海盗也要做生意啊，跟锯齿帮、跟朝沟会打交道多了，什么消息都能听到点儿。而且我以前的师傅是一个3阶破流者，他年轻时候在铁毛城的底层劳工区待过，关于功法的事儿，他跟我说过一些。你师傅在哪儿？死了。3年前打捞渊底遗迹的时候，被一头渊兽咬成2截。什么事？原化精华我想带回去，上面的意思是，条件允许的话，再带一批这个世界的海底生物材料回去。原能彩藻、气泡岩板的原生矿石、变异鱼类的组织切片，能搞多少搞多少。研究什么？气泡岩板，这东西的密度和浮力特性远超蓝星已知的所有复合材料。要是能搞清楚成分结构，咱们自己造，不用每次都花水点从朝征买。375平米就花了近1万水点，还是前期价。以后人更多，浮台更大，需求只会往上涨。自由潮市保不准再起幺蛾子。蓝星若能自己造，行，我让李峰安排打捞队，明天白天下水采一批样本。气泡岩板的原生矿石在海底30到50米有分布。伊瓦纳之前说过，到时候你们最好再弄一台简易的喷砂设备，直接在海底开采原材料上来。收到。原化精华和渊能海藻，我今晚先带下线，上面等着呢。我分析，这上面应该有他的自由潮市交易编号。有，油商身份，编号 BK0447，账户余额320水点。320？这海盗混得也太惨了。一个40人左右的小团伙，混成这样不稀奇。不过他这个编号有用，泽尔那边已经认定巴基拿下了我们的聚落，短期内不会再盯这个区域。
我用巴基的编号做交易，泽尔查到的只是巴基在正常采购，不会往我们身上联想。用巴基的身份采购，泽尔查到的只会是巴基，确实不会联想到这里。你小子脑子转得够快。大傻逼！明天见啊，兄弟们！勋章到手了，回去论坛发帖。红缨枪大爷明天还来吗？我要拜师。老了。这帮人是一阶潜袭者，力量比普通人大得多。夜里只有20个人看着，万一有谁半夜挣脱了跳进海里，连个影子都追不上。奴隶镣铐标准型适用3阶以下超凡者，单副售价200水点。功能描述：激活控制模式后，佩戴者肢体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预设阈值内，4阶以下无法挣脱。10升，目前储备里最大的一笔单次支出。5万水点到账，7处奴隶料购和500平母气泡岩板。又来了，金属质地比帝国合金轻，硬度差不多。扣环分3段，内部嵌了一层极细的纹路，渊能回路。7副镣铐，7个1阶潜袭者。这帮人活着比死了值钱，明天还有用。这东西管用？得管用。这帮人活着比死了值钱，明天还有用。7套绿扣1400，500平米气泡岩板1万点，剩下的先存着，明天还有一堆东西要买。夜风是从南边来的，带着股海藻发酵的腥甜味儿。我走了，路上注意，别摔了瓶子。这就是渊能的载体。1平米整板，上面的意思搞清楚成分，尽快复刻。多快？越快越好。那边每扩建一次就得花几千水点买板子，这个成本扛不住。还有一件事要当面汇报，这些信息量太大，通讯器传不了，得面对面说。说吧。力量体系的底层逻辑基本理清了。说吧。力量体系的底层逻辑理清了。旧帝国最基础的修炼叫渊化浸泡，3岁就开始泡。3岁就开始泡，渊能进入骨骼和肌肉，最后沉淀在固定位置。这些位置叫窍穴，全身180个。旧帝国有完整窍穴图谱，大灾变后沉进海底，现在没人掌握完整功法。180个，突破一个叫窍穴，就是1阶潜袭者；19个是2阶，37就是3阶。突破有2种。一种是野路子，直接往身体里灌渊能，18个窍穴一起冲，不讲顺序，只靠蛮力，跑得快，力气大，扛揍，但没有特殊能力。另一种是什么？功法。另一种是什么？功法修炼，窍穴突破顺序不同，练出来的能力完全不同。有的能隔空操控物体，有的能与海洋生物感应，还有一种能让断肢重生。修炼特定功法的人，断臂3天长回来。还有个传说级信息，信息可靠。人体或许有360窍穴，地级功法能全部突破。老曹，你手里有几个搞人体运动医学的？不够，要研究经络穴位的，最好是知针灸老专家。对，现在就要。我回去整理今晚的材料。蓝星晚上6点还要上线。
你说的窍穴，具体位置能标出来吗？膝盖后面也有。太阳穴对应绿谷玄龙，锁骨下对应气户库房，章门、期门、尾中、尾阳，脚踝、手腕与命门。那个世界有180窍穴，对，人体经穴记载365个，他报的位置一个不差。180个窍穴全部对应吗？目前听到的位置全部对应。若全部对上《黄帝内经》呢？差的5个穴位会是哪几个？5个经穴一直存在争议，有人认为只是附属点位。银交、会明、普参、富阳、阴座5穴争议已经持续1000年，无人证明独立还是附属。另一个世界能给出答案，另一个世界能给出答案。这是来自异界的渊化精华，服用后60%概率突破1阶。我要立刻化验它的成分。隔壁实验室已经开始检测，报告出来第一时间给我。他们突破窍穴从脚开始吗？一部提过具体顺序，没细说。足天阴脾经起于大指端，从脚开始突破有问题吗？这条突破路线问题很大，最先冲然谷太溪与大东，然后一路推进直到解溪。足内8外4，足背共6个。前3穴都属足阴肾经。解析则位于足阳明胃经。老周，你究竟想说明什么？先冲脚部窍穴逻辑说得通，海上生存，嘴角就是性命。打通脚穴能快速水面行动，但这条路实在急功近利。12正经加上奇经8脉，共同构成气血运行网络，经络之间相互关联制约，腿通腹堵，气血循环会瘸。像运动医学的代偿损伤，腿练极限核心没跟上呢。最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，这正是同一个基本道理。腿脚畅通，脏腑却全堵塞，渊能冲击内脏越来越重。丽人只有蛮力，是否因此？你的判断方向完全正确。脚穴一通，水上能力拉满。代价是后续突破越来越难，身体循环从根子上走偏。那正确突破顺序是什么？人体力量核心就在躯干，人体力量核心就在躯干，爆发力由核心传向四肢，传导起点在骨盆和腰椎，核心空了，输出直接减半。中医西医这次意见统一。第一步打通丹田周围穴。周老师，丹田本身不是穴位，丹田是区域，不是单个穴位。我要说的是丹田区域4穴，关田、气海、神阙还有中右4穴形成纵向能量主道，先通这里，能量循环有主干。第二步，打通命门和肾幽。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，命门是肾经要穴，这2个穴位通了，等于给发动机接上了油管。第3步才到四肢，急什么？第3步应该是膻中和巨蟹，心经要穴，心主血脉，血脉通了，渊能才能通往四肢。老周，按你这套顺序走，突破之后的能力跟他们的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别人练出来是蛮牛，我们练出来是内家高手。你这比喻够老派的，老派管用就行。再往下就是命门和肾虚，是身体的续航。膻中和巨苑呢？感知力、心主神明，这是内经原话。在那个世界的分类里，这可能对应的是渊听者体系。海洋世界有2条修炼路线，一条力量，一条感知。能听到海洋的声音？对，
5阶以上的冤听者能发出声波，直接造成物理破坏。马旅长，你们那个游戏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？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？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得问李七爷。我也要进去，我得亲眼看到超凡者的身体状况。算我一个。你举什么手？周老师，我想……你想什么？你留下来做数据分析。你去了能干嘛？我会针灸。我今晚跟李七爷通气，但2个前提，各位先有个心理准备。什么前提？第一，进去之后身份是玩家，得服从李七爷的管理。军衔在那边不好使？不好使，在那个世界他是老板。第二，安全箱只有1格，带什么自己想好。一件，那就带这个。行，我今晚汇报，等消息。对了，各位，那里的蓝星玩家，他们的行为方式可能跟各位的预期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？跟各位的预期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放飞的。此人员已经被我们剑术协会除名了。大爷哪个武馆的？收徒弟吗？需招募一批男性志愿者进入游戏世界参与人体强化实验，有意者私信联系，需签署保密协议。我去，官方终于搞人体强化了，这是要修仙？限男性，凭什么？举报了！等等，这个匿名军医是真的还是钓鱼的？又来了，先招志愿者再卖课程，这套路20年前传销就玩过。你们排着队送人头，到时候被灌了什么东西，出了事找谁都不知道。事实大哥，你这帖子阅读量终于破100了，恭喜恭喜！别理他，事实是本论坛吉祥物。BK0447 8级，一个快撑不下去的小海盗，怎么突然有能力进行这种规模的采购？之前的消费记录就是一个普通小海盗，修船、补给，勉强维持生存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前后差距太大，这不像一个小海盗正常的交易轨迹。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资源，购买奴隶，扩建生存区域。8级，你到底遇到了什么？一个人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发生，背后一定有原因，我要查清楚。海盗不会买气泡岩板，这是20年情报交易里最简单的规律。海盗要的是武器、船用合金、酒，偶尔才会买渊能制品。气泡岩板是建造聚落的材料，不是船上的东西，更不是海盗需要的东西。所以这批货不是8级需要的，是有人借用了8级的身份，登录了他的账号进行交易。我之前给了8级一条情报，带着手下去攻击那个新聚落，3天没有回来，然后他的交易账号突然出现大额采购，气泡岩板、奴隶镣铐，这不是海盗正常的采购，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船，镣铐是用来锁人的，欺负镣铐。8级手下刚好7个1阶潜袭者，不是8级突然变强了，是有人接管了他的资源，而且那群人已经改变了局势。账号需要活体登录，可以断定巴克被俘虏了。一个刚建立的新聚落拿下了一名2阶主播者，连人带船，用巴克的钱买镣铐锁他的人。2个账号，同样的采购目标，好一个9527。朱斯，去找到这个聚落，并保持安全距离。具体位置、实际人口、武装配备、超凡者数量，这些数据私送给我。好的。这条线我还没想好卖给谁，在我定价之前，8级被人端了，大概率谁干的？8级被人端了，大概率谁干的？这就是要你去查的。另外，环坏型抗渊能辐射丸，到了那片海域，你可能用得上。这条线，岂不是比8级值的那5000水点大得多？哼，地方大了不少吗？你躲什么？没躲啊，我找个好位置钓鱼。贺哥，别问了，真的别问了。3秒回来啦！你说什么？论坛上全是你们仨的帖子，标题3秒的5楼之旅，播放量300多万了。你们3人的事迹都被自由潮市拿来做宣传了，这个世界的新闻头版头条就是你们3位。吃吧，吃吧。我吃不下，吃完还能骂人，先吃。嘿，2位3秒。乌鸦嘴。
想你去。